市场的资金如何流动？比特币的下一步会怎么走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所开的以太坊多单呢，我们目前依然坚定的持有，我们的入场价是在$2070左右。那现在呢，其实涨的其实也不多，但我们的仓位价值呢没有被改变。那我们目前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利润啊，也有赚了6.5颗的以太坊。那相加起来呢，有将近10颗的以太坊。现在未结盈亏就有40多万，将近50万的台币。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30的现金，现金哦，就是你可以直接提币走的，或者你质押$5003天，就可以拿到$36.5的现金，一样可以直接提币。那这两个活动呢，你都可以同时参加。我们来看一下 USDT 它的市值 Market Cap， 我们可以发现啊，我们要研究这个市值之前呢，我们先探索一下过往历史的规律。我们在之前呢有一个非常猛烈的急剧下跌，那为什么 USDT 它的市值会下跌呢？就是由于很多人呢，他从市场上呢把 USDT 又赎回成美金。那我们都知道 USDT 发行的公司背后都是有等值的美金，或者说美金的等值物，比如说美国的短期国债作为支撑的，所以它是可以赎回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段时间呢，从22年的4月。到22年的11月啊，这一段我们猛烈的下跌，当时比特币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当然我们一样从周线，22年的4月到22年的11月，好，其实就是这一段哦，22年的4月，然后一直到22年的11月，也就是我们比特币的下跌最猛烈的这一段时间。那为什么比特币会有这么猛烈的下跌，然后会对应到 USDT 它的市值的下跌呢？其实原因也非常简单，因为当时呢市场上有非常多人在卖出比特币。那他们卖出比特币之后，手上拿着 U 也没用，他们要把 U 再重新换回美金，所以他们就会找 USDT 的发行商呢，把这些 U 重新换回美金。那么 USDT 它的市值呢就会减低了啊，所以当时我们 USDT 市值的减低呢，它其实就是比特币下跌的影响啊。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其实现在我们自从22年的11月呢，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呈现非常猛烈的上涨，一个大多头，对不对？那其实当我们 USDT 它的市值在往上走的时候呢，就代表说场外有非常多的美金呢，用美金，然后找了 USDT 的发行商，然后换成 USDT。那他们换成 USDT， 其实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冲进场，不管是买比特币、以太坊也好，甚至山寨币也好，就是把资金呢又重新注入到加密货币的市场当中，所以USDT 的市值创新高，就可以代表说呢，这个市场的资金是在不断的增加，有很多场外的资金呢涌入换成了 USDT。那你又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在这段上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来到周线就可以对应着我们后面的这段上涨基本上时间呢是完全可以重合的。那我们又可以看到我们在之前呢有过一段震荡的时候，对不对？这段震荡就是 USDT 它也走横的时候，然后我们前面的这段上涨呢就可以对应着比特币前面的这段上涨，所以其实这两者呢都是可以相互印证的，也就是现在呢有一样非常多的场外资金正在涌入，那么就可以助推比特币的价格往上涨。那我们看完了这种传统的资金之后呢，就是由 USDT 引入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新的 ETF 的资金。那我认为这个图表呢是相当的关键它可以显示在中心化交易所还有比特币现货 ETF 的交易量 Trading Volume， 你可以看到呢，它有把各个不同的比特币现货 ETF， 就是你可以看到是5颜6色的包括蓝色它代表的是 IBIT， 就是贝莱德发行的比特币现货 ETF， 那灰色的呢就是Grayscale 灰度，就是传统比特币的机构呢发行的比特币现货 ETF， 那其他当然就比较小了，这个没问题。那么紫色的呢，它就可以代表是我们这种传统的中心化交易所，比如说币安Coinbase 然后Kraken KuCoin OKX 那这些交易所呢，你可以看到它就是 CoinMarketCap 上面现货交易所，就是以现货去排名交易量的，比如说币安Coinbase Kraken KuCoin OKX 这几间交易所至少是主要的力量呢的合力就是紫色的这个交易量。那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过往它有个趋势，或者说我们这几天呢，你可以发现我们中心化交易所，就是我们传统在用的，比如说币安Coinbase OK 这些交易所呢，它已经慢慢交易量呢已经
跟比特币现货 ETF 是差不多了。我相信未来这个情况会越来越明显了，或者说呢，以往我们看交易量的时候，我们是参考中心化交易所的，但我认为现在呢，我们应该要也纳入比特币现货 ETF， 因为它占的市场份额已经过半了，已经是过半了，所以这将对比特币的市场呢造成了很深远的影响，或者说从根本上面的改变。因为以往我们在判断量能的时候，我们就打开量能，然后看下面的成交量，就这样子而已。但其实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要考虑的很多呢，其实是 ETF 的状况，包括资金流入流出等等的。那其实，在过往的这10几天中呢，比特币现货 ETF 的场外资金其实都是一直从 ETF 流入的，这个是没问题的，到现在都还是净流入，这个是 OK 的。那可以看到为什么中间有2天它没有交易量呢？其实也很简单的，就是因为那2天是假日，因为假日美股是不交易的，所以就不会有资金的流入，也不会有交易量，很正常。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图表，它就可以显示其实 ETF 呢已经从根本上面对比特币有根本的改变了。所以我们之前所参考的这些交易所的交易量呢，其实我们必须参考，没问题的，至少现在还是必须。但是我们也要看 ETF 的交易量。好，那我们直接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从日线上呢，它其实还在原本的位置震荡，然后成交量也逐渐缩小，这没问题。我们回到4小时，我们可以发现呢，比特币目前它这条趋势线它有没有效呢？我们跌破了嘛，对不对？那其实我认为这个跌破它其实不太有效，因为它跌破的时候，我们下跌没有加速，而且量能呢也没有放大，所以我认为这个跌破呢，它效果还有待商榷了。当然，我认为这个是无效的。那我们就可以从4小时来看呢，其实我们之前有谈到过，在44000它是一个很明确的阻力，44000就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阻力。那其实在此处呢，我们在下方已经走出了一个头肩底咯，已经有个头肩底咯。如果说这个头肩底在44000的这个颈线能被突破的话，我相信往上呢，它绝对可以拉升出一段的涨幅。我们就以这个最笨、最基础的方式，也很不精确的方式，我们来测量一下。如果说突破的话呢，它有机会来到5万的价位，就是比前高呢再高一些些。好，那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比特币接下来会市场怎么走、怎么变化。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